最近网上出来了一份全球空军先进战机的榜单，我国空军居然超越了美军，以810架的数量位居榜1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新的一年到来，美国对我国的各种军力分析报告也就出来了。最经典的无非就是海陆空三军的实力分析报告。不过在这次不同的是，这次的全球空军先进战机榜的第1名让人很意外，居然不是美军，而是解放军。在以往做出的榜单中，全球前3基本上就是美俄中3家8榜，从来没有过例外。而这次却出现了例外，这让大家也很好奇。虽然中国空军的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，这几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，但是要说到战机数量和美国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存在的。别的不说，光 F-16 这款战机美军就有着近1000架，更别提 F-2 和 F-35 加起来的数量了。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了这个榜单的话，就会知道这次榜单中的先进战机评价的标准是达到4代半或者5代机，以此来定义现代高标准先进战机。而美国空军虽然有着近1000架的 F-16 战机，但其中的大部分过于老旧，未能达到标准。就连其中最先进的 Block 52型号，采用的还是老平板缝隙雷达，和歼十 A 差不多。因此美国空军这近1000架的 F-16 直接不被计入到榜单中了。而我国空军对标 F-16 的歼十战机，虽然数量只有大约520架，但是其中只有240架歼十 AS 是4代机标准，剩下的改进型歼十 B 有着58架，歼十 C 也有着200多架。这2款改进型的战机都换装上了新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航电设备。在评价标准上来看，这近260架歼十改型都算是4代半的先进战机。而美军作为 F-16 战机搭档的 F-15 重型战机，从划分上来讲也属于4代机，并且也有着529架的数量。但是真正算是4代半战机的，只有采用了改用对空和对地两用的 APG-70 雷达的改进型 F-15E， 总数275架。反观我军从歼十 1BS 战机上发展而来的歼16战机，它装备了自动有源相控阵雷达，采用了歼20上的部分隐身技术，电子战能力也大幅提升。在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是一款4代半战机，并且作为一款装备了7个航空旅的战机，它的产量也达到了300架。所以从4代半战机的数量上来讲，我军实现了领先。当然美军也并不是毫无优势的，在最重要的5代机领域，美军现在是处于绝对的碾压地位。仅已经停产的 F-22 空中优势战机数量就来到了182架，而我国目前唯一一款量产5代机歼20的数量也只有不到200架。除此之外，美国空军还有另一款畅销全球的5代机 F-35。这款战机虽然生产了890架以上，但是卖给其他国家一部分之后，美军就只有458架了。而这458架中又有175架是 F-35B、C 作为舰载机，给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使用的。到美国空军手中的只有283架 F-35A。不过即便是这样，美国空军的 F-2 和 F-35 战机数量加起来也有着465架。对比我国空军歼20不到200架的数量来说，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，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军5代机的数量都要落后于美军。毕竟歼20数量想要在几年内实现翻一番还是挺难的。当然在先进重型战机这一领域，我军目前还是占据了优势的。别看美军的战机是多，但是达到了4代半标准的重型战机只有182架 F-2 以及275架 F-15E， 加起来数量只有457架。而我国空军达到了4代半标准的战机，有300架歼16战机之外，还有近200架歼20，并且50架经过升级，换装了有源相控阵雷达和航电设备的歼十 1BG， 也达到了4代半战机的标准。因此我国空军先进4代半以上重型战机有着550架的总数量，比美军多出近100架。如果统计总量的话，
除了这些4代半重型战机，还有260架歼十 BC， 加起来数量有810架。而美国空军再加上283架 F-35战机的话，数量有着740架，和我军依旧有着近70架的差距。不过这个差距并不大，因为美军完全可以用5代机的代差优势弥补这点差距。经过这么一番分析，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：中国空军确实在先进战机上实现了对美国空军的超越，但是这个差距并不大，仅在先进4代半战机数量上实现了部分的超越，而在5代机方面则依旧是美国空军占据优势。对于这一情况，我们也不能太过骄傲。如果说我国空军想要对美国空军形成全面优势，还得在5代机甚至是未来的6代机上下一番功夫才对。毕竟现代战争可不是靠数量就能够取胜的。